所以你现在那么用力，是不是因为你想要弥补这个错过？其实也有，而且我一直心里有一个压力是，我觉得他们年纪好大，我好害怕，我还没有去证明的时候，我就先失去他们。因为我舅舅很喜欢帮我打扮，我每天都有不同的造型，就是一个小公主、小女孩这样子，发型啊，然后服装都是一套这样。但是他说我脸都很臭，对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爸妈可能就有稍微意识到，然后直到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叛逆期嘛，那我的征兆也越来越明显，就是可能比较 man 一点，然后比较喜欢跟男生相处，然后讲话的方式就比较冲。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就有带我去，就是諮商，就是小孩的那种諮商。她那时候跟我的说法是说，就是因为我很躁动，对，然后她想说让我去看一下医生。直到长大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妈是带我去看性别这件事情。其实我小时候脾气就很差了，就是在国小的时候，我只要生气，我就会摔东西。就是一直甩，然后一直骂，我也被打了很多次，我还是不怕，就是一直重复在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可是我后来长大，我有在回想这些行为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很想要被关注，所以我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想要他去听我说话。哦，所以应该是说想要被理解。对，我其实是想要被理解的，那时候就是我叛逆的时候了，就是可能就是朋友会跟你一起骂。那时候，但你就会觉得哇，他们是好朋友哎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可能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朋友，对，那就变成是大家说的坏小孩，不太去上课，然后呢，可能大家下课就在外面混啊、摸鱼啊这样子，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温暖，我就觉得那时候是我的温暖的一个舒适范围内，对。但是其实你们也没有特别去做什么事嘛？其实没有哎，对。其实没有，可能就比较叛逆，在偷抽烟这样子啊，对，可能就这样而已，对。所以你的那些所谓加酒系的朋友们，就是不会因为说你的性别或是这些状态都没有哎，就是我还蛮幸运的，就是我一路都蛮顺遂，就是跟大家的相处都还不错这样子。那会有类似开玩笑之类的？一定会啊。对，其实老实讲，一定会开啊，什么男人婆那种时候最会了嘛，就幼稚的时候。可是，我会表现没事，但是那时候我其实心里是一个很脆弱的人，我心里会走心，可是我会笑着跟他们说没事，然后再回家自己内耗。那个内耗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你会觉得其实蛮难过，就是我就是这样而已，为什么要就是开我玩笑？我就一直问自己为什么，然后我到底是什么角色？我到底是男生女生，然后还是我应该要把自己定位在哪里？那时候就一直在无限的找，可是都还没办法给自己有任何的一个定位。那我就开始上网去看，我发现其实也好多人跟我一样，对。然后那个时候称之为 T， 好，我那时候就顺势的把自己归类在我是 T 的状态。那我是 T 的状态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想要呈现那个样子，所以我尽可能的去成为那个样子，我可能尽可能表现得很 man 啊，很怎样啊。然后到后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好像太压抑自己了，就是因为我还是有我的内心其实是蛮敏感，然后多虑，然后想很多的状态。我其实内心世界就是满满的各种的小剧场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既然我是 T 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不可以有这个东西？所以我就又开始觉得很 confused， 就是我到底是不是 T？ 我叛逆到被留校察看，好，留校察看，然后我就进入到校队。进入到校队之后呢，我就因为那时候我的校队是竞技啦啦队，然后我在练后空翻的时候，教练说，你的核心要加强，不然你的后空翻翻不过去。好，我顺势的就去报名那个健身房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要加强核心嘛，然后我还强迫我妈帮我买教练课，然后后来练一个，我就发现，好像很开心就是很快运动健身好像很快乐，然后我就开始走火入魔，然后顺势就把校队退掉了，然后我就一天可以4个小时都泡在里面。那时候我还是初学者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每天从头练到脚，然后加有氧加伸展，4个小时，那我就发现我做这件事情好快乐哦，就是开始得到就是很像是
增加内在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我就觉得我自己又升等了，升华的感觉。然后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怕，我蛮自卑的，就是我很害怕跟人家对眼，对。可是我发现我开始好喜欢照镜子，我很喜欢看自己，看自己的变化，所以那个就是我自信的来源。后来健身久，我就发现，其实我这样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好像也没有不对或不好。那我就觉得，那我就做自己就好，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开始很疯狂的健身。因为我妈妈一直很想要的是一个女儿，她想要就是跟女儿就是姐妹逛街啊，买衣服。殊不知，因为我有一个哥哥，他每次买都是买2套男装、2套运动鞋，就是都是这样子，所以他可能心里在接受层面会比较难去接受。所以长大之后，我也才发现，我妈妈其实那段时间有一度的是有忧郁症的状态。是我爸后来跟我说，他说你妈妈那个时候状态非常非常不好。我长大才知道所有事情，可是他们没有选择跟我去正面的冲突，甚至是可能像有些人会把小朋友就是逐出家门啊，甚至是去尽量的感化他，然后改变他。对，所以我很难过，他们自己去承受这些，但是我也不可能去违背自己，去顺着他们的意，让他们开心。对，所以我其实小时候最怕的是我爸知道，因为我爸爸年纪比较大，他现在已经74岁了。所以相对对我来说，我也有刻板印象，我就觉得年纪大了，他是不是可能会比较传统？殊不知，结果这段时间都是我爸在安抚我妈，他就告诉我妈说，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后来我们聊一聊，我妈有跟我讲，她说她其实还有难过一个点，就是我选择这条路，就是我选择做我自己这条路的时候，她比较怕的是，不是家人没办法支持我，家人会支持我，可是她怕外人怎么看我，甚至是欺负我，所以她就跟我说，那既然要这样的话，那你要学习。就是去面对跟承担这些状况，我要怎么样去消化我今天的负面的问题？对，我会去探索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很怪。可是我现在不会觉得自己很怪，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特别。人家就说，你女儿就是不像女生，然后练到那么壮是怎样？然后我爸都会回他们说，我这女儿可不得了嘞！全世界有多少女生可以练得跟她一样啊？大家每个女生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就她最独特。他会这样子去回人家，我其实不知道哦，我其实不知道，是后面我才知道这些事情的，所以他一直在面对这些东西，可是他都用很乐观的方式，很支持我的方式，那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我更不应该这么的低落，这么的看不起自己，这么的自卑。就是有时候想一想，其实有很多机会我们都可以沟通，但是怎么会到就是我都已经我都30岁了，然后我们才讲开这件事情。INFBB Pro 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？INFBB 是一个联盟，对，它是一个联盟的名称，就是国际很大的一个健美赛事的联盟，对。然后 Pro 的话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，Pro 就是成为职业选手。那我们在想要进到 INFBB Pro 的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一个区域赛。区域赛，譬如说台湾会办，你是台湾人，你就在台湾一定要上这个区域赛。我一开始只是一个爱运动的人，然后呢，慢慢爬到现在拿到职业卡。那职业卡我觉得现在最不能说辛苦，就是我觉得最有挑战的就是现在这一段，就是职业卡要上到奥赛这个过程。这过程就是一直在失败，一定会一直失败。因为第一个，我就是一个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，对。可是就像我那时候，我其实都会一直去看动画，因为动画他们很多的运动赛事，例如说排球少年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单车的，我都很喜欢看。小野田，对，你有看哦，黑莓，对。那我就觉得一直在失败，他们过程中也是也有落后，也有什么状况，各种的突发状况，其实我们也有。因为我在这段过程，其实我比赛是戴假发的，那其实我一开始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呈现我的样子？不就是在比肌肉吗？对，那我还是坚持短发上去，确实真的失败了。对，我没办法，因为健美赛事的评审是非常主观的，他就是一个人啊，他不是机器，他也不是 AI， 所以人就会有自己的想法。他当然会以你的体态，他一定会以比赛标准看，可是你整体的样子，他会用他的个人的想法去看，所以。可能亚洲大家的观念还是觉得女生就应该要有一些女性特征，例如说
长头发啊，感觉比较柔和一点点啊之类的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第2次的时候，我确实戴了假发，好了就中了。我就想说，我练这么辛苦，结果只是缺一点假发，你觉得很不爽，心里很过意，就是会觉得很不平衡啊，就是你怎么会觉得是一个假发？就是你可不可以看看我其他有在努力的地方？但就是毕竟你还是一个小人物嘛，人家是裁判，谁最大？当然是他。你要继续爬，你还是得要顺着他们的想法去走，他们想要的去走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好，那现阶段我就说服自己，现阶段我还在爬的路上，我就照着这个玩法，对，这个走。我跟你讲，影片那个比赛那些影片啊，都是我最柔的状态。比赛姿势是固定的嘛，然后呢，女生要把手伸直，男生的话是可以握拳。对，然后我就是要带出来之后，然后我们要换动作的时候会有过场。其实很多人的过场都有飘，但我的就是用飘的，就是转手然后飘下来。对，然后稍微俏皮一点，因为我没办法性感跟美，我只能走俏皮路线。可爱路线。对，你要我装可爱勉强可以，可是没办法，然后你要保持那种这种笑容。但是如果哪一天我真的上去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提倡出来。我觉得女生可以有任何的样子去呈现，甚至是光头都可以。其实讲直接一点，就是我想要有影响力，必须要影响力，你必须要让所有人先看到你。就像刚开始经营短影音一样，我那时候经营短影音，我原本想要直接正经的拍片去传达，摄影师就跟我说谁要看，所以他就说你要先吸睛，你才能去传达。你没有吸睛，谁要看你？你的粉丝才300多几百个人，谁要看？对，然后就像现在我要传达是一样，我必须得要先让大家看到，我才有影响力去做这件事，才可以去渲染，然后甚至让大家去传达传递。你的短影音啊，有没有哪个影片是你意想不到的很高的点阅率，或是被散播的很？都是女装。有一个男装是那个人家摄影师问我说我是上男厕还是女厕，对，那个好像讨论度蛮高的，对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用意其实是让大家知道说友善厕所的重要，对，因为我今天我还是会去上男厕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讲，男厕女厕真的有差，因为女生进去她可能打量你之后，她就会开始有眼神，会害怕，对，然后是你走错了吧，就开始会变这样。那我要避免这些状况，我自己也会不舒服。男生在怀疑你的时候也不会跟你讲话，他就觉得我尿完我就走了，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我就觉得这2个思维蛮特别的。我觉得我完全放开的是我开始拍短影音的时候，我就随便的，就是我就是这样，你管我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因为可能也会开始跟一些网络上的人接触嘛。对，那我可能就会收到一些讯息，然后那些其实也有人问我说，你到底是分类在哪个区？因为现在有很多嘛，什么跨性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可是我有一个网友，他很热心，他有帮我把所有的分类的说明都打出来，就问我说你是哪一个分类？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是哪一个分类，这现在分类太多。他说我觉得你一定要分类你自己。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分类我自己？你可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像我那时候迷失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想要找一个定位，然后去找从那个方向去执行。但我已经经历了这些，然后一直反反复复，一直找不到自己定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被这些定义起来？譬如说哪一天我可能说，我交男朋友了，别人不会说哇你怎么会交男朋友？你不是什么吗？不要有这个状态。我希望就是真的恭喜耶，他对你好吗？就是这种感觉。因为他说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敢讲。然后呢，可能是看到我有一些影片，然后非常做自己的时候，他们才决定，可能就是在路上也会比较公开一点点。就是有很多这样的，就是情侣或者是这样子的人来跟我分享他们的事情，那我就觉得哇，我好像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很开心，原来做这件事这么快乐，所以我才想要一直延续下去。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，就是有一种。你需要靠燃烧你自己，需要靠消耗你自己，对，来让你自己感觉到存在。对，你有发现我就是有一点这种状态。对，训练也是，就我好像必须要真的感受到非常非常痛苦，
我才会去证明到自己存在。我有发现这件事啊，这样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其实身边也很多人这样跟我讲，他说你没有发现你一直在燃烧你自己吗？可是切换到动画里面，这其实是一件很热血的事，好像又没有什么不对啊。人生就这么长，一样的时间，那我一直在燃烧，跟我一直耍废看看这个世界，那还不如燃烧去做更多事，好像比较好。我常常把自己融入在动画情节里面，不管是什么动画。那最近很有名的是那个怪兽8号，里面有一个大叔，他现在处于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他如果再持续变身，他就会变成就是一辈子都是怪物，所以他一直被压抑着，就是尽可能不要再去做变身。可是他很想做很多事情，但其实就跟我现在的状态一样，就是我很想做很多事情，可是我没有能力，可是我很想尽一份心力。大家应该有看过《航海王》吧？鲁夫那个任性固执的样子，就是他不管在什么危险，他都想要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各种的融合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我就是固执，我就是任性，我就是继续做。我现在虽然没能力，可是我做我现在能力最大范围，我去把它做到。对，如果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情境是，你可以跟你自己说话，我觉得，你以前经历的做的事情，虽然现在会想说过去有很多事情没做啦，就是我会觉得你很白痴，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在睡觉跟翘课，就是没有好好享受到学校的生活，或者是就是生活的乐趣，就是探索很多的事物。过去也辛苦了，就是我们可能在迷失，你可能那时候处于一个迷失，然后一个很孤独的状态的时候，你选择坚持下去。我是希望就是接下来就是交给我，那可能未来的我也会谢谢现在的我自己做了这些事情。现在的我是活在动画里面的我，那过去的你是活在一个非常负面的世界的你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。那现在的我充满着热血。对，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去持续的燃烧自己，然后甚至发光发热。那我希望未来的我不要怪现在的我，就是把自己燃烧到坏掉，然后很痛苦，然后甚至后悔。对，我希望我的人生一辈子都是在，就是像动画一样的呈现，然后尽可能的去面对任何的问题。加油，就这样。